敬的索达吉堪布，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讲座。今天我们有幸请到尊贵的索达吉堪布为我们兰州商学院的师生做演讲。堪布的演讲题目为“心地无私，天地宽”。天地的无私造就了万物的生命，父母的无私成就了我们的生命。那我们的无私会成就什么呢？我们的无私能成就自他生命的快乐和美满。易经中有卦辞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古人认为，大地厚实和顺，君子的品行也应如此。古来大德们都是慈悲和智慧并行，他们的胸怀如大地般宽厚，没有不能承载的东西。有人说，人生是我们在娑婆世界的一场旅行。那生命中各种悲欢离合的经历，是否是旅行中每一次巧妙的起承转合呢？而今，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有多长时间没有和自己的心灵沟通了？是否我们已经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找不到人生的出口？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论语》中所言“生生如也，夭夭如也”？如何才能成就美好的人生呢？今天，我们有幸请到尊贵的索达吉堪布为我们揭示人生的迷雾。下面，请全体起立，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慈悲的索达吉堪布上台。大家就坐。首先，有请兰州商学院商务传媒学院副教授张文芳老师致欢迎词，大家欢迎。尊敬的索达吉堪布，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下午到我校参加这次殊胜的活动。我特别代表兰州商学院商务传媒学院国学研究所欢迎索达吉堪布以及在座的各位，谢谢大家的光临。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外部世界是我们存在的空间，我们如何看待它，如何对待它，如何处理好自己与环境的关系，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处理自己与自己的关系，寻求内心的宁静、和谐乃至完美的境界。因此，我们需要一只眼睛向外，一只眼睛向内，在自然、社会和自我的法则中寻求途径。藏传佛教神秘精深，我相信今天我们有缘有幸聆听到索达吉堪布智慧的声音，一定会得到启示。下面就请尊贵的索达吉堪布为大家演讲。各位老师和各位学生同学，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交流的话题是心地无私，天地宽。当然，我个人而言是一个藏传佛教的信徒也是一个很平凡的普通的出家僧人。多年以来，我对佛教非常有信心。应该说，在30多年的春秋当中呢，将自己的所有的精力、时间都用于佛法方面，专门研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首先跟大家分享的呢，确实是佛教是高深莫测，
如果我们世界的任何一个人类，去修学、去研究、去挖掘它的其中的深深意义的话呢，那一定会是受益匪浅。这就是我自己多年以来应该说是一个研究的结果，也是呢特别希望呢我们很多的知识分子如今需要这样的佛法的一种滋润，或者说是它的智慧与慈悲的一种关系。如果有了佛教的这样的一种智慧跟慈悲的这种沟通的话呢，我认为的确是你自己的生命、你的人生呢是有意义的，是有意义的。所以呢我首先呢要劝大家应该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当中呢多多少少要了解佛教的深深和广大之处。同时呢，如果自己有了一些真实的一些体会体验的时候呢，这样的精神可以分享给周围的身边的有缘之人。当然今天我们展开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可以从佛教的意义上讲，也可以从实践的理念上就是做解释。因为人类的痛苦的来源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我执，自我的执着自我的执着而来的。那么世界的这种所有的不平等，对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心理不平衡的，都是一种痛苦。这种痛苦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我执。这个我执呢在佛教当中叫萨迦耶见，萨迦耶见是一种梵语，是印度的梵语，也叫做呢叫这个我和我所知。我和我所知，我和我所知，按照佛教的说法，一切轮回、一切世间的痛苦的根源。当我们有了这样的我所知或者是我的执着的时候呢，实际上一切的痛苦呢来源于它。在印度的一位学者，非常了不起的伟大的一个佛学家，叫做吉田菩萨，吉田论生。他曾经也是说过，执我为真苦，只要执住我的时候呢，一切的痛苦呢就是越来越就增上。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也许可能观察过，当你的所有的身体上面或者说是心灵的这些痛苦呢，都来源于自己的一种执着。不管是你在生活当中的感情也好，工作也好，教育也好，或者说是各种忧愁这些都你归根结底，如果是寻找它的根源的话呢，那么应该说是我们的所谓的我执。这样的这个我执呢，不仅仅是我们人类一切痛苦的因，包括我们的动物世界，以及现在佛教所讲到的六道轮回的所有事件当中的痛苦的来源呢，就是所谓的我执。因此呢，在这个入心论当中也是说了，就是世间的所有的这个痛苦呢，来源就是有自己的利益就是先从自利生。世间所有的这个快乐的来源呢，先从利他生，这个是有非常深深的意义。所以我们首先呢，大家一定要懂到就世界上的所有的痛苦的来源执着于我。如果有了我的执着，就像印度的非常了不起的伟大的中观论师月称论师所讲的一样的，有了我和我的执着以后呢，有我所知的执着，有了我所知的执着以后呢，在六道轮回当中像水车一样不断的在扭转。所以这些格言和这些名言呢，应该对我们现代的年轻人
要明白。还有我们这个求行弃恶的略释当中也讲了，世间当中所有的痛苦呢，来源于我执，不能罪归于他众不能罪归于他众。所以你在生活当中呢，经常遇到了一些痛苦，这种痛苦的根源呢，应该说寻找它的根本就是我的执着这一点呢，我想首先就是跟各位大家一定要明白，其中呢也有特别这个深深的一些道理。这种深深的道理呢，只有从佛教的相关的经论当中呢，完全可以明白。我个人而言呢，从小都是对文学很有这个兴趣，很有兴趣。当我在读书的时候呢，也很多的这种事件当中的一些道理，就是不能这个解释，不能解释。在生活当中呢，就是经常感受一些这个痛苦。我经常想，这些痛苦的来源是到底是从外境而来的，或者说是自己从心识而来的。当然，我们每个人也会发现，就这些都是并不是跟这个完全是外境而来的，而应该是自己的心识而来的。但自己的这个心识呢，也是对我这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首先在座的人呢，就不愿意就感受任何事件的各种痛苦，愿意呢生活或者说是你的一切的生命呢，就是过得快快乐乐。这一点是每个人的应该有一个这样的目标。可是往往生活或者说是命运呢，不是按照我的想象而就是想象而去的，而是往往的是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就是出现很多不公平，或者说自己没有想到的种种的这些苦楚。这些苦楚的来源，就是首先要懂得了这个我执。那么这个我执呢，要去观察。佛教里面就是对我执的很详细的一种剖析。这种剖析呢，应该说可以显露我们家乡的一个真的就是也可以说是它的一个真正的本来的这种面目呢，就是可以揭开，就是它的这个面纱应该可以说佛教当中，无论是从利他的菩提心方面，或者说从空心方面介绍的时候呢，完全可以，我们原来就是执着的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真相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真相。我记得在古希腊的一些这个哲学神人就哲学神人，尤其是我们以前就是这个苏格拉底，就还有这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的一些文学当中呢，对于这些方面也有这个细致的描述那么柏拉图呢有一个跟他的老师就是苏格拉底有一个对话，就是这个对话呢叫做是这个理想国就在座的可能有些就是阅读过。那么这个理想国呢，就是实际上跟他的老师呢有很多短短的一些对话，就是讲到一些哲学思想的这个证明。其中我记得有一句呢也是有一段故事呢就今天跟我们的这个破除这个无明，破除我执的一种真相方面，就是比较这个相似。也就是说原来有一个地方呢就说是一个洞穴就是有一个特别长长的这个洞穴，这个洞穴呢，就是沿着这个洞子上去的话呢，有一个洞口，这个洞口里面有一丝光线，这个光线呢，就是沿着这个洞呢，就是可以射到洞底，但在这个洞穴的中间呢，就是说是有很多的囚犯在里面，这些囚犯呢也是很可怜的，全部都是手脚包括这个头就全部都是被绑着的。绑着以后的话呢，他们都没有办法就是动摇，只是每天都是看着他对面的一堵墙，然后在他们的背后，在他们的上方呢，就是有一团火炬，这个火炬的这个光跟这个
上面的这个外面世界的这种光束呢，就直接射到他们前面的这个墙上面。在这个时候，中间有一条路啊，就这个路呢，就是也有很多人就是经过，就甚至呢有一些这个母语的各种各样的动作和行为。而这些囚犯，他往往都是看到这个墙上的这些影像。这墙上的影响一直看着，最后呢，他们把这个影响就是当作是一个真实的啊，就是当作是一个真实的。后来呢，就是他们就根本不知道外面有这样的光明这个世界。其中有一个人呢，就是后来就开始解开这种束缚，解开束缚的时候，他沿着光线，就是到外面的这个世界，确实是外面有光明的世界。原来他们认为是这样的，这个真相呢，全是假的。他回来之后，他想把自己的这些伙伴全部救出来，然后呢，就回到洞里面，就是告诉众人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全部都是影响，全部都是假的，想一切办法救出他们。可是这些所有的人呢，不承认，因为他们已经这样的这种影响和假象呢，已经习惯了。就习惯了，习惯以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人已经这个疯了啊，就并且呢，就是后面的是把他已经出事了啊，就出事了。那么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我们人类呢，有时候啊，我们认为是执着拥有的东西、实有的东西呢，实际上是它的真相呢，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认为我们所谓的我是存在的，所谓的我说是存在的，每个人都是这样认为，实际上是成千上万个无数的人呢就认为是我是存在的。可是佛教里面所讲到的真正的这个我的道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一辈子认为是自我的这种存在呢，通过佛教的某一种推理来进行剖析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原来所认为的都是应该是一种这个假的，就是它不是真正的这个是存在的就是可以说我们以前那个家族呢，是真实的时候呢，原来的这个真呢，就已经这个没有了就是原来的真呢，也是假的，就是在《红楼梦》当中也是有吧就是然后我们物呢，认为是这个有的话呢，原来的有呢，还是这个无的就这一点，我想虽然世间的一个名言，但实际上呢，应该大家对佛教里面的有些道理呢，需要值得反思需要值得反思。我们从小一直到这个读书，最后你在这个做这个成人的整个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呢，都认为是所谓的我应该是这个存在的，但在这方面呢，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样的这种我呢越来越去执着它的时候呢，对自己自然而然的就可以说是越来越多的这个痛苦呢，自然而然来了。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能认为是现在实际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执着就应该是真实的，这种想法和说法呢是不合理的我们佛教当中也是与这样的公案有比较这个相同的曾经岳承伦是在中国400年的注释当中呢也说过，有一个国王呢，他收到了一些这个专门观察这个星宿的一些这个婆罗门的这个授记授记以后呢，说是再过几天时间当中降下整个这个国家降下一些毒雨有毒素的这个雨谁引用它的话，那么这个人们呢会这个发疯的。那结果呢，确实是当他的这个国家的很多人都是喝了这个雨水的人呢，都已经这个疯了。然后国王呢就一个人没有疯掉，可是所有的人呢都没有把他当作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后来国王自己也是不得不喝这个毒水不得不喝毒水，然后呢自己也是跟他们同流合污了。那么这个道理呢，跟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呢也是比较这个相通的这个时间是比较相通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执着这个地位，
执着感情。每一个大城市里面的人呢，都像是就是有没有房子啊，有没有车啊，这个工资收入是什么样啊，待遇是什么样啊，然后这个家庭背景是什么样啊。除了这个以外，基本上是很多的这个话题呢就没有就是真正的一些理论和一些这个实质上面就现在的整个社会的这个舆论导向的话呢，也可以说是基本上很多都是比较这个乱七八糟的。说实在的，我们都可以看到，不管是通过这个新闻也好，媒体也好，很多当中呢，就是看到了真正是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心呢，往善的方面，就是可以这个就是转移的这样的这个教育和这样的一种道理呢，就是有多少个，大家都是也可以看到的。那么从中呢，有多少个人虽然信他，虽然议论他，虽然大家都是特别的，就是有这种好药的心，但是我们追求的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就希望呢大家也应该这个善事如果我们没有善事，也许我们一辈子呢就是辛辛苦苦的追求，结果追求得来的呢也是不真实的，而追求没有得到的呢，就是也许是它是一种这个真实的就也许是一种真实。所以我在想呢佛教里面呢就是很正面的，很公正的，应该就是对我们的世界当中的万事万物，包括器世界和有情世界，以及所有的这个包罗万象的这些学问呢，都有这个描述的就是说实在，有时候呢，我都这个学着，就是对佛教呢还是非常有这个极大的这个信心。这种信心呢，并不是迷信，并不是盲目的一个信心，也不是呢，我是一种片段的一种这个信心我因为是穿着这个衣服，我因为我是皈依佛门的人，我因为我是自己是学佛研究佛教的人，所以呢，我对这个自私的一种对佛教呢，就是有这个坚定不移的信心。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经过多年，我也翻译了这个古今中外的很多的各方面的一些这个学说各方面的学说之后呢，最近发现到的确，不管是这个天文地理，还是这个人文逻辑，以及方方面面的这些浩如烟海的学问的话呢，可以说是每一个智者都有不共的这个特点。但是佛教2500现在是按照这个就公认的，就是2556年了就是佛陀这个出世的是2556年了。那么这样的这个漫长的这个岁月当中，在历程当中的话呢，佛陀所讲到的这些教义就越来越被后人的话呢，就是只有这个能发现其中的深这个奥秘，而没有一个呢，就是可以说是把他的一些这个思想呢，就是推翻到，或者说是没有一个呢，就是认为是这个佛教的这种思想呢，就是现在人类已经到了21世纪，应该说是在物质文明方面的话呢，跟前面的任何一个世纪呢，就是有突破性的发展和有这个明显的一些这个进步。可是我们的这个思想呢，如果真正是人要向这个善的方面发展的话呢，应该说是一些古希腊的这个文明呢，就是也无法相比的，在这个东方文化佛教的这种这个思想当中呢，就是可以寻找到就可以寻找到这一点呢我想在你们这个兰州的话呢就是从历史的渊源来看呢，应该说对这个佛教文化就是有非常这个一些这个深的这个因缘吧就无论是从这个我昨天刚去这个无为就是在那里呢，我们藏传佛教特别伟大的这个萨迦班智达就是萨迦班智达，他在那里这个弘法的整个这个一些事迹就是包括到最后的时候，他在这个实现圆寂，就是他的这种仪塔的话呢，虽然就是经过了很多的一些什么这个地震
人啊，就是还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这个毁灭的运动，但是呢，它的遗塔还是这个仍然完好无损的这个存在啊，就完好无损的。同时呢，鸠摩罗什也在那里，就是真古无畏在那里呢，就是已经经过十几年啊，17年的这个包括就是翻译啊，就是在那里这个居住的。现在这个舍利的话，那就是如今也有可以这个拜见的。那么同样的，还有甘肃这一带，我打听到呢，就是应该像这个敦煌石窟有许许多多的一些对佛教的这个历史呢，应该有非常这个深深的一些缘起在这里啊，就是缘起在这里。我相信你们今天在座的很多的不管是老师这个学生呢，在这方面就是会有一些这个研究啊，就是听说我们这个敦煌这个研究员呢也是在兰州啊，就是以前一段时间呢，就是他们也要求让我去这个跟那边就是一起这个交流啊，就是以后呢，我也因为对这个敦煌的文化确实是我很有这种这个值得研究的。就是很多年轻人呢，现在就可能对有深深的一些意义的这个研究这个领域呢，就是不大这个兴趣的。这是很多人现在这个学的比较肤浅就说实在的就是买什么样的这个名牌的这个衣服然后就是自己要这个什么这样这个打扮然后寻找就是怎么样的一个朋友就很多这个大学里面的这种这个风气也好，很多这样的这种这个他们的这个议论方面的话呢，并没有就是要这个寻找就是我们人类最深层的一些这个文明，而且这个文明的来源的话呢，就是看这个佛教佛教是应该是我觉得是就是最适合我们的这个人性的一些就是真正的这个受益就是受益。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物质上的一些这个财富的话呢就可能对我们的整个人类这一辈子也好，或者是对下一代的这个人类呢，就不一定是留下很多的这种有意义的这个事你们也想一想，整个这个历代的这些这个帝王将相很多的这些富翁他们在当时是应该积累了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个财富，不管是他们的这个住处也好，城邑也好，或者说是他们所拥有的这个天地应该说是非常的这个富裕的。可是到今天的时候呢，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的这些这个财富，物质上的财富的话呢，基本上是没有留下，全部都是就是一泻而空，没有什么的。这是精神财富呢，就是不断的它可以这个传达宋朝的时候，唐朝的时候，那些这个唐宋元明清的这些诗词呢，就现在我们还是受用无穷的。包括就是整个这个古代就是像儒教思想和一些这个道教这个思想就佛教思想的这些前辈的过了几千年几百年的这些大德们的这个思想呢，留在文字上面。这些文字呢，就是对我们人来讲是远远超过这个物质财富的价值物质财富的价值。所以我在想呢，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呢，就可以说是已经成了一种对财富就是特别执着的一种这个时代就是人人都是要向这个外面这个需求我去过很多大学里面的好多这个学生呢，他关注的是什么呢？他关注的这个地位、金钱，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找到一个好的配偶，或者说是自己就是穿得很好的。除了这个以外，在这个学校里面的话呢，基本上是就是有些这个大学教授呢，就是说是现在很多大学是用混字来这个代替就完全是一种混，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呢，基本上没有什么自己一个优质的价值的一些这个理想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当然这个也是一个社会性的，也是一个就是普遍性的就普遍性的。但是在我们这个西方这个国家的有些这个学校里面的话呢，也的确是不实的。这个价值观念上面的话呢，大家都是特别就是珍惜时间，一定要把所有的这些时间呢，就是用在这个求知方面求知方面。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到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懂得了，就时间当中呢，就是还有很多的神秘的东西。这些神秘的东西呢，唯一的以这个佛教为主的一些古文明的这个智慧来可以这个解开。
但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呢，可能在这方面呢，就是不一定有特别大的这个兴趣。希望呢，我们很多这个知识分子或者是年轻人啊，年轻人的话呢，应该利用自己的这个时间。我听说我们这里很多都是这个研究生和博士班的。那么你在整个这个研究和你在整个这个寻讨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你找到的真正的这个人生证明是到底是这个什么样的？我们如果只知道是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这是在几十年呢，就是吃吃喝喝，完了以后就一了百了。那这样的话呢，跟动物世界就是没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即使我们有一些创造性，即使我们有一些创意，但是呢，实际上连我们自己的这个前世后世都不知道，连我们自己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样的道理都不知道的话呢，我觉得人类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愚痴的部分，应该是用绞尽脑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将自己的真正的这个人生真理呢，就是去这个寻找。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呢，我想这个求知的这种精神呢，应该是非常的这个需要，就是有一种这个精进就是有一种精进。那么我在想呢，就是希望我们在整个这个在这个修学也好在这个怎么说就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知道是痛苦的来源是我执，我执呢就是一种这个假象就是我这是一种假象。按照这个佛教的说法呢，所谓的我呢，就是通过很长时间的这个熏习和修习呢，然后慢慢呢，就是减少这个我执就是减少我执，最后呢，就是通达了这个这种空性的道理。那么有些人可能认为所谓的这个佛教的空性呢，就是什么生活就是我们世间的这个事业单位就是什么的不管，就是是不是全都空呢？就是也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佛教里面所讲到的真正的这个空性呢，我们现在就是所显现的一切万法呢，它的本质是空的，但是显现上呢就是不空的。就是显现上呢就是不空的。这样的道理，如果知道以后呢，就是对你的整个的这个生活和生存呢，就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就是有非常大的利益。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真正这个心底呢，就是在这个无私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可以整个这个世界就是非常的这个宽广无比就是宽广无比。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就是学会一种完全的一种奉献。现在很多大学生现在很多这个知识分子的话呢，全是培养就是自我主义利己主义。就前一段时间，北京大学也是这是一个非常就是热门的这个话题有些教授都是专门讲，现在的学校里面呢，就是培养的是这个利己主义。如果这个利己主义者呢掌权的话呢，就是比这个贪污分子还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他全是自我中心。自我中心的话呢，那就是无有就是不会坏的作为一个学生或者是老师的话，那么所有的事情都是为自己而奋斗。那么你就根本就是不观察外面的世界或者是别人的这个感受听说有些大学呢就是短短的这个时间当中，就是有多少的猫呢，就是虐待而这个杀害就这是说明呢，是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学生的一种爱动物和爱心的一种培养的这个关系表面上看呢，我们看虐待这个动物呢，就是可能有些人就是不懂，就是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从这个层面呢，就说明这个人是对这个生命呢，就是不负责任的，不管是人还是动物。一旦他有权利的时候呢，他可能对人的生命呢，就是也会践踏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希特勒呢，在这个学校的时候呢，应该说他的这个成绩是非常好的应该他的各方面的这个修养就是也很不错的。但后来呢，就是受到就是各方面的一些影响然后的话呢，就是他就是我不做的，就除了维护自己以外，就是全人类呢，就是他的不负责任，可以就是杀掉，该杀的杀，该害的害，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理念。说我们现在这个学校里面呢，不仅仅是要关心这个分数，最重要的，我认为是这个德行。所谓的这个德行呢，我们要
就是维护，就是自己的话呢，就是最好维护就是身边的人就是身边的。如果我们能培养这个无私的这种精神的话呢，那么就是其实你的这个视野呢，就是在这个天地建设应该是极其的这个广阔就是极其的广阔。以前那个。这个《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呢，应该说是非常这个中国这个著名的一个百科书是这个秦始皇的秦复晋，就是他做的就是他做的。他在这里面呢就是已经这个说过，说是这个天无私乎也，地无私在也。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日月无私助也，时时无私信也。意思就是说，因为天呢就是没有这个自私自利所以呢它可以这个覆盖就是整个世界。如果天有就是自私的这个性的话呢，它可能就是能覆盖的部分就是不可能就是整个所有的这个地方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地呢，就是它有一种自私的这个性的话呢，它可能就是能这个承载就是部分的地方，部分的万物，就不可能所有的这个世界万物都它可以这承继的。那么同样，这个日月呢，也是这个日月不足空日月呢就是没有这个自私。正因为是这样呢，就是它普照就是整个世界。同样的，我们的这个春夏秋冬的话呢，它也没有这个自私。如果有了自私，它很有可能就是在春天上就是花的时间长，或者在夏天上时间长，就是一直不走。最后的话呢，就是整个运行呢，就是会颠倒而行。所以我在想呢，就是的确是需要有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呢，就是最快乐。最让人呢，就是应该说是一种这个就是放松的是什么呢？就是利他的心，也就是说一种无私的心就无私的心拜伦凯蒂就是最近有一个我那天看了一些拜伦凯蒂的有一本书叫做是《一念传》一念之传。其实《一念之传》很多人就是喜欢看，我也大概看了一下，就其中呢就是也有一些真的是这个无私的这个理念。它其中里面就是讲了很多的比喻，比如说我特别喜欢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呢就是对我这个不负责任，然后呢就是他就对我就是做了很多的对不起的这个事情。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自己反问自己是你真的是这样认为吗？你真的是这个确定就是他就是不喜欢你吗？那确定的这个信呢，就是你就在这个反观就是到底是真正是这样，还是在这样思考的时候，原来是你的一种误解，原来是你一种这个错觉，原来是你的一种这个不真实的一种这个想法。即使他这样做的话呢，你对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行为呢，应该说最后呢就是会理解的。为什么我们现在社会当中呢，就是很多的这种这个包括这个家庭的这个各种这个争论的一些痛苦还有很多的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个发生的这个战争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古代有这种说法，就是韩文的这个我字呢，它的自信度是一种摒弃的，就是所以它既要各自己的这种这个头，又要各别人，就是这样一来，这个摒弃呢，其实害很多人的。正因为有了我的这种呢，就是整个世界的和平也好，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真正的这个和谐社会呢，很难这个建立起来就很难这个建立起来。这样一来呢，我们整个这个家庭也不快乐，社会也是不幸福。应该说，所有的这个住着的话呢，就是都不安宁的。如果每一个人就是用各种这个方式来，就向自我的这种发展的话呢，那就是确实是也不一定是大家都会这个快乐的就是以前那个古人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君子量大，就是小人这个气大，让恶人呢就是胆大，还有这个善人呢就是说腹大就是真正的这个君者的话呢，就是他这个心地是很宽广的有一个小小的事情怎么样发生的话呢，你就不会这个斤斤计较。可是我们在家庭当中，在社会当中，最大的这个祸首是什么呢？就是我的这个心很狭窄
心很狭窄，因为听到一点点的这个事情呢，我就接受不了，就是马上就是犯罪；遇到一点点事情呢，我就实在是脆弱了，就没办法面对，然后呢，就开始这个抵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心里面就是产生种种的这个烦恼，然后烦恼以后呢，在你的行为上呢，也可能就是发生了就是种种的一些这个愉快的，或者说是不如法的这个行为就包括我们现在有些人呢，从小的是在这个一种生活环境当中呢，就培养这个发脾气。其实发脾气很不好的，很多都是现在的一些媒体和电视电影呢，就是造成的。我们当地一般那个家人这个吵架的时候，从来都是不会摔盘子，就是不会就是这个是因为他没有这个环境的这种教育，就是。而汉地的话呢，就很多都是家人这个吵架的时候，非要把家里面的东西就把它吹烂，这是有什么用啊？就根本没有用。我看到过一个这个比较出名的一个人就是也是非常这个。出名的一些这个记者在他们出道采访的时候呢，他也认可，就是你不要就是家里的这大的破坏，就是你摔盘子似的是可以的，就是我完全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的这个心理没有调整到的话呢，那你外面的这个摔盘子，就实际上你自己的这个心理就是能这个起到什么作用吗？就绝对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如果你自己心里面觉得对别人的一种理解，对别人的真正的一种这个认可的话呢，应该说是自己的这种诚恳心也好，痛苦也好，可以呢就是自然而然这个消失的。最关键的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心，就是因为很狭窄心因为很狭窄的原因呢，就是你在外面就是发生的这个世界呢，就是都不能这个接受就是都不能这个接受。以前那个日本有一个叫做是蒙川禅师蒙川禅师他也说了，就是他说眼里有尘的话，那就是世界是很狭窄的就说是眼里有尘三界窄就眼里有尘的话呢，就是三界是窄的。然后心土无实呢，就是一窗宽就是如果你这个心里面呢，就是没有把这件事情是当做特别严重的事情的话呢，那么就是整个世界的是非常的这个宽广就是可以说是没有这个发生的。应该我们整个宇宙万物的话呢，就是那么的这个广阔无垠其中我们一个人呢，就是连一个小草都不如你这样的这种发脾气你这样的这种痛苦呢，就是能害到谁就是害不到任何人。我看你们整个这个兰州的话，那就是有多少万人有多少万人当中，你一个人发脾气，你一个人摔那个盘子，就是能毁坏这个世界吗？能毁世界末日吗？就绝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真正是有一些大乘佛教的一些教育和修养的话呢，当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反应，包括你的这个脸色也好，就是心里面呢就是有一些不舒服的。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能这个反观的话呢，那么就是不会呢就是把这件事情是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应该有一种窍诀来，就是让这个质地淡定就是让淡定。所以以前那个就是禅师就是像那个宋朝的就是无门禅师就是这个很多人都是也会说的就是说是这个春有百花，秋有霜就夏有凉风，冬有这个雪，若无这个世间就若无现实挂心头，那便是人间好时机。这个我觉得是讲得很好的。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春夏秋冬的所有的这个外面的这种环境呢，如此的这个美好，我们何必呢？就是有一件这个小事呢，就是一直挂在心头耿耿于怀，让始终呢就是不能这个化解，最后的话呢，以这样的一颗心呢，就是导致这个什么样的这个后果？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些这个高校就是在这个考试的时候他没有考起，就是很多人都跳楼自杀。这是非常不英明、不文明的一种这个行为的。其实我们人生之路呢，就是并不是只有一条。如果只有一条，你这一条路就是走不过去的话呢，那你就只有这个死路一条了，就没有办法了。你本身也是只有一条了。其实人生就是比十字路口还多的，就是如果你这一边做不通的话呢，你到那边做不通，到这边，也许是这一个，如果你没有做通的话呢，说明你的这个缘分呢，就是不去做，应该是选择另一种
同样的道理，现在实践的很多年轻人对这个感情的选择呢，也是这样的啊，就是围绕一个人，就是自己去自杀。我去过有些大学，就是有些大学生呢，就是对这个事情很困惑。你喜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不喜欢你的话呢，那你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黑暗了，好像在你的眼里呢，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呢，如果这个人就是不喜欢你的话呢，那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已经死完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应该说，在我们从这个出家人看来，或者是从我们的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呢，这个世界上应该说是人很多的啊，世界上人很多的，世界的这个路呢，应该说是非常多的啊，非常多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心呢，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是宽广，那这样的时候呢，应该就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烦恼，就很多的这种痛苦呢，就烟消云散了，就可以说是迎刃而解。因此，我想今天我们在这里在座的有些这个同学的话呢，在这个心灵上呢，我们需要还有很多的这个调整啊，要调整这个调整的方法呢。当然，如果你们有机会学习这个佛法的这个利他性的话呢，最好不过的啊，就最好不过的。在这个佛教里面呢，有这个大乘佛教和这个小乘佛教。那么小乘佛教呢，承认自己获得这个解脱，远离一切痛苦的这样的一种理念。所以如今呢，在这个缅甸啊，在这个斯里兰卡，好多这个国家呢，非常这个兴盛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教练。而大乘佛教的话呢，实际上就把自己的所谓的自我的执着呢，尽量放下来，在我的所有的生活当中呢，把别人呢，作为一个终点来，进行绕一他。绕一他。当我们如果有了这样的一种精神或者这样的一种理念的时候呢，自我的这种心呢，很容易淡化。如果你自我的这个心慢慢淡化的话呢，那么帮助别人的这种心和行为的话呢，越来越这个明显。在这个时候，自身的这种烦恼和痛苦呢，自然而然减少。这是一个很好的秘诀啊！希望很多这个同学的话呢，如果你觉得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呢，觉得特别苦恼的时候呢，每个人尽心尽力，你所能及的就帮助别人。你的眼光和你的目标呢，放在这个帮助别人上面。这个时候呢，你这个很渺小的。自我维护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理念呢，越来越它是这个消失无迹的啊，消失无迹。所以像以前那个就比较这个很出名的那个李连杰啊，李连杰他其实是很小的时候，他的身价的是已经这个好多亿了啊，好多亿了。但是他原来呢，一直是认为是自己怎么样享受，自己怎么样去这个各方面应该这个成功，是这样的。后来他在一段时间以后呢，才发现，其实自我的一种这个造福呢，并不是对人类或者说对个人是有利的。后来呢，他去开始做这个慈善呐，他就通过这个大乘佛教的一些理念来，尽量的去帮助别人啊，帮助别人。那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到。应该原来的自己的这种这个想法呢，其实是不是这个很真实的啊？就包括这个现在这个著名的这个王菲啊，他们一家刚开始生那个那种这个兔唇的这个孩子的时候呢，就非常这个苦恼，觉得是到底在世人面前这个展现还是不展现，什么样的好，然后一直呢纠结着。后来就觉得是不仅是我们这样的这个孩子呢，还是痛苦的。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这个能力，可以到国外去，做这个手术等等，有这个资源和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这个母亲的孩子呢，实际上是也有这样的这个痛苦。这些孩子呢，也有特别痛苦的一种这个命运。那么我们要改变这个，后来就建立这个慈善医院。然后呢，在这个世人面前呢，共同这个分享，自己的一些真正的这个利他的这个慈善活动。在这个时候呢，才完全明白到，原来是自我的一种这个执着呢，实际上是一种颠倒的这个行为。因此，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就尤其是这个学生时代呢，我现在觉得是这个最重要的，我们的这个德行的培养
德性的培养就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人的这个德性就是没有培养好，他的慈悲心，他的这个真正的智慧，他的真正的一些这个利他性啊，就是利他性，还有呢就是人的这种这个信仰等等的，就这些没有培养的话呢，光是就为了就是贪钱，为了贪一个这个家庭的这个工作，或者是家庭和工作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即使培养出来的话呢，那到底对社会有利没有？很难说。对家庭有没有利益呢？很难说。所以呢，我想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不是这个金钱。其实金钱的话呢，应该说已经这个不错了啊，就是每个人的福报和每个人的这种前世的这个福分是不一定这个相通的。有些人是再怎么样金钱呢，就是你一生当中不一定就是拥有很多的这种这个财富啊。有些人是没有就是特别的这个金钱的话呢，应该说在这个有生之年当中，就是自己应该有会这个温饱，或者说自己有个很好的这个前途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着重，我们的主要的这个想法呢，看这个学生和老师们呢，就人这个获得的这个意义呢，不仅仅是自己的一种财富和自己的一种地位，应该说，一旦就是人获得的意义呢，就是要帮助别人啊。如果我们的心就是能放得开的话呢，乃至生生世世帮助就是一切众生啊。就佛教的这个理念确实是很这个深深和广大啊。这一点我刚才讲了，我就是不是我因为自己是佛教徒而讲的，我通过很长时间的这样的这个研究以后呢，佛教的这种教育理念的话呢，不仅仅是短暂的这个几十年啊。佛教说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好好的这个学习，或者说是积累智慧的话呢，不仅是我这一辈子可以享受，还要这个下一辈子呢，就是还要去这个可以这个享受。那么这是现在的任何一个教育理念当中，就是百年为计划的，就是哪有这样的，就是一直这个生生世世的这样的教育漫长的这个理念有没有？就是在座的各位也会看得到的。然后佛教的这种教育的这种范围的话呢，就是这是不仅仅是涉及到我们的这个人类，还要涉及到就是所有的这个天下的这个生命呢。天下的这些生命有没有必要就是我们用慈悲心来爱护他们呢？其实非常这个需要的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生命的话呢，就是他们都有苦，都有这个乐的这种感受啊。但当你有了这个苦的感受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竭力的去这个遣除他们的这个痛苦啊。有些人可能认为就我们这个人类呢，应该就是尽量的去帮助，而动物或者说是非人类的这些呢，就是不一定要去这个维护啊。就我们应该就是杀害他们呢，或者说是享用他们呢，这是非常这个错误的一种观念啊。希望我们在座的人呢，就是应该在这个生命的这个意义上，生命的这种这个权益和义务上呢，就是需要以后就是做一些这个检查啊，就做一些这个观察。因为我们很多人就是受到不同的这个教育，这个教育当中的话呢，也有一些就是真的教育啊，就确实也有一些就是比较反方面的错误的这个教育。但是这种错误的教育一旦你这个灌输到你的脑海当中的话，人就是很难就是把它这个盖过来的啊，就盖过来。但是这样的这种教育呢，对我们的整个这个生存也好，对来自这个人类的话呢，就是有没有这个意义呢？有些是确实是起一些反作用啊，就是起一些反作用。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学习的时候呢，就是应该徒劳这个清醒啊，徒劳清醒。否则的话呢，我想我们这个学校里面的就很多人的这个思想是比较这个纯洁的，但是你到了这个社会上呢，可能会这个受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任务我发现就是有些学生和有些老师的话呢，就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当中很纯洁的，应该说是他的思想是非常这个清净的。可是到了这个社会上然后所有的人都是这个干坏事的时候，你呢就是也不得不以前那个杜甫就是说的就是说这个在这个甘泉呢就是岁清出甘泉呢就是岁浊这个当前的这个教育和一些这个学校来讲呢，就是我还是有这个很深的这个体会。当你在这个学校当中，当你在一个比较亲近的在老师的教育下呢，你这个心也是很亲近的。很多
学生也跟我讲，我什么时候毕业？毕业以后的话呢，我一定要帮助这个人类，我一定要就是去这个好好的，除了我自己的一些养活的这个工作以外的话呢，我大多数的时间和大多数的精力肯定用了这个回馈社会，就是在学校里面你有会喊口号，就是会有自己的这种人生的这个规划啊，就是有很好的。可是你到了这个社会上，不到1、2年的时候呢，就完全是被这个事件的这个浑浊的这个水啊，就是把你已经染上了。就像你们黄河的这个水源呢，就是应该是甘泉，就是非常清澈的。可是然后一路上呢，就是这个土啊，就是全是黄的，就是然后慢慢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黄河也看不到一个就是甘泉了，就是也看不到一个特别这个清澈的这个水。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呢，我就经常就是跟这些大学生啊，就是说你现在不要跟我说这个，不要说大话，你到这个社会上工作，就是几十年以后看看你有没有现在的这样的纯洁无垢的这个心啊。你那个时候的话呢，可能被这个社会啊，就是包括你这个学会贪污，学会呢就是做一些就是特别虚假的这个行为，学会呢就是说妄语，学会呢就是说这个什么这个杀盗淫妄，就是佛教里面就是最不正当的这个行为呢，就是杀害，还有呢就是屠刀，还有呢就是这个家庭不和合的各种这个邪淫邪行。所有的这些说妄语等等，就实践当中的就是不正规的这些行为的话呢，慢慢就是会这个学会了。最后在这个实践当中的话呢，你干坏事呢，就是在别人面前有面子，有价值，而你老老实实的，你非常这个纯洁的很亲近的话呢，大家都觉得你这个思想有问题，或者是你这个人呢就是无用，就是没有能力，就是成了一种社会的败类。就是社会呢确实是如今呢就比较糟糕，就是我也并不能说是完全的就是已经这个腐败了，完全的是已经就是现在这个导向就是都已经完了，也不是这样的。任何一件事情的话呢，都应该用这个1分为2的去这个观察1分为2的去观察的过程当中的，我们这个发现呢到了这个社会上以后呢，有没有就是每天都是让你这个学好事每天都是在从你的思想上、你的行为上、你的各方面呢，你对社会负责任，对父母孝顺，对整个这个子孙儿女也好，就是对他们就是关爱，所有的包括人类或者是包括动物界类的，所以用这个慈悲心来就是维护他们，用这样的这个教育呢，就是有多少我们本来是一个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和还有这个学校教育，像你们这样的这个大学生呢，学校教育已经这个结束了，最后也应该有一个社会教育。但是现在的这个社会教育呢，有没有？其实人一旦就是离开了这个教育的话呢，那么实际上就是这个树就是很多的这个树呢，就是离开这个水分一样的就离开这个水分一样的。我们不能认为你学校里面毕业以后呢，永远都是不需要教育，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呢，那么就是有生之年当中，就是学到老就是修到老，学到老修到老。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知识分子，当这个学校里面离开以后呢，你就觉得是所有的知识都已经学完了，从此之后再也不学习。这种思想和做法呢，我觉得是不合理的。应该当你这个离开了这个学校，虽然学校里面的课程呢，你就不用这个学习，但是我们实际上还有很多有价值的、有对自己的生命有意义的真正让这个自他获得快乐的这样的这种学问呢，就是非常多的。这种学习呢，无论是在佛教当中，还是在其他宗教或者其他社会的一些教育当中的话呢，你一定要去这个学习。你如果没有去学习的话呢，以前就是有人也说过，就是说是这种这个思想呢，就是会停顿的就是一旦人停止了学习呢，你的这个思想会停顿的。当你思想停顿了以后的话呢，你的这个视野呢，就是不一定能展开。即使能展开的话呢，对个人和对他人就是不一定是有利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学习呢，就是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余地以
前那个就是著名的这个诗人和那个文学家就是雨果啊，就是他也说过，他说世界上最广大的呢就是这个大海，大海比更广大的就是天空，比天空还要更广大的就是我们的人的这个心啊，就是更广阔的就是我们的人的心。我们的这个心里面呢，就是其实什么样的这个学问的是可以接受，可以这个容纳。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看这个自己啊，就我们自己如果真正是用一些利他的，或者说是帮助这个社会的这些学问呢，不断都在学的话呢，那么你的这个人生呢，就是一定会是很灿烂的啊，就是一定会是对自他呢，就发出这个有意义的这个光芒。否则的话呢，我们离开了这个学校之后，就是所有的这些学习呢，全部都已经这个停止了。然后呢，就是忙着家庭，忙着工作的话呢，就是也是表面上这个应付而已。实际上呢，就是从来的是人把自己跟这个真正的深奥的这个知识呢，完全就是抛开，就是脱离以后的话呢，那么你自己的言行举止呢，全部都是一种这个非法或者说是不合理的这个状态当中呢，就是运作。所以在一种假象当中呢，就进行这个运作。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不宜理的特别希望呢我们在座的这个学生和老师呢，可能在人生当中呢，就是还要不断的去这个学习，就是有用的这个知识啊。我们佛教呢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就是一直这个到这个离开这个世界之间，就是有用的这些知识啊，一直不断的这个学习。我们藏传佛教里面有一个很伟大的这个学者，也是叫做这个丁国钦才法王。丁国钦才法王呢，曾经我去印度的时候呢，也见过他，就是当时他的一些这个学知识的这种好奇心呢，就是非常值得这个佩服的。我看到他的传记里面，就是说是当他这个70多岁的时候，每天都是他要这个学习，就是至少也是几篇这个经文啊，就是这个我们藏传佛教里面一个叫大圆满前行，说他至少也是看梵语几篇啊，一直到他这个圆寂为止。我就心里面就是特别佩服他的这样的这个精神啊。其实我们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群体呢，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知识分子的群体呢，应该对知识呢，就是有一种很重视的这个心态。一旦知识分子呢，就谈论的全部都是金钱，谈论的全部都是世界上的一些就是没有意义的话题。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学校也好，这个群体的话呢，已经可以说是这个形象存在而已啊，就是其实是就是只是这个存在这个形象而已了。因此，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这个群，我们经常在寺院里面也经常这样讲啊。寺院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佛教的一个知识分子的一个群体。那么一旦寺院里面就是对这个佛教的这种研究，对佛教的这个修学呢，就是不重视起来的话呢，那这个寺院呢，就是即使再金碧辉煌，就是已经成了一个外科了啊，就外科了，因为它里面的真正的这个精髓，或者说是它的这个精华核心呢，就是已经不复存在了。同样的道理，作为一个老师呢，就是他的心里面装的是全是金钱、地位或者是竞争啊。一个学生呢，他心里面就是装的是全是一些就是实践当中的乱七八糟的一些这个故事啊，一些实践就是没用的，就是现在人们特别喜欢谈论的一些话题。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一种真正的这个利他的一个心啊。学校没有利他的心，老师没有利他的心的话呢，那么我们整个人类呢，就是已经就是整个这个方向呢，我觉得是有个很大的这个就是悲哀的这个状态啊，就是这是非常这个可怕的事情。因此看看我们这个学生也好，老师也好，任何一个这种这个人就是心里最需要的呢，就是当然我们作为一个我们佛教说的凡夫人就一般的一个世俗人呢，对自我的一种维护和对自我的一种这个执着没有的话呢，就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不能物质太大了，整天的是早上起来也是想的是我自己，晚上睡觉也是想着我自己，连做梦的时候呢，就是想维护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帮助别人或者说是这个饶益社会啊。那这样的这种人呢，就其实这个生存的这个空间不一定是很广阔的，即使你有生存的话呢，就是也不一定是有价值的。所以我在从那个大乘佛教的这个理念也好，大乘佛教的这个思想学了以后呢，我最感动的就是无私的这个利他。
啊，就大乘佛教是什么样呢？你们也知道，所谓的这个大乘佛教呢，没有任何条件的帮助这个所有的圣民，这就是大乘佛教的精神这个所在啊，就可以说他自己的这种我们现在社会上的人就是一定要有条件的啊，我要帮助你的话，你给我回馈什么？我要资助你的话呢，你以后给我什么？就是应该是互相都有一些教义，互相都有一些谈条件。可是大乘佛教伟大，它的所谓的伟大在什么地方呢？我不这个谈任何的条件，只要是众生这个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去全力以赴的去这个帮助他，这就是大乘佛教的真正的这个无私的一个最高尚的、最这个让人就是非常这个敬仰的，一般人是实在难以做到的这个地方。所以呢，我想我们很多的这个社会团体，包括一些这个学校的话呢，应该这个推出这样的这种理念呢。我们这个社会呢，全是为我自我中心的话呢，那可能到最后的时候呢，就真的是这个人类呢，就是已经成了就是灭尽之主呀就全是一种这个自私主义的话呢，那就是这个社会口头上喊的口号是很美的，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所做的全部是自我维护的话，那为了建立自己，为了维护自己的时候，你可能对身边的人只要有能力的话，全部会这个灭绝，全部会杀去，就是有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人呢，就是不仅是需要就是有一种这个智慧，这种智慧呢，一定要有利他的这个智慧。现在有些学校里面的这种知识的话呢，可以说是这个很聪明啊，就是什么事情都是不像以前的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打电脑啊，就是对科技啊很多方面比较精通。但是同时呢，有一种这个小聪明，就是根本没有想到，就是我们这个道德这个文明方面，就是这样帮助这个社会和人类的这个理念上。所以我今天呢就简单的就想什么就说什么。总而言之呢，我们这个心底呢，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自私自利心的话呢，那么作为个人来讲，就是他的这个生活呢，应该说是过得这个很有意义，就是非常这个灿烂的。然后对身边的人乃至对整个世界的话呢，应该就是依靠这样的这个慈悲心就是让这个就是普照就是整个世界对整个世界呢，就是也会带来这个光明。在这个时候呢，应该从自信的这种这个慈悲心的话呢，把这个外境呢，就是也应该显得就是非常的这个美丽应该他自己所看到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生命的话呢，应该是很可爱的所以呢，我希望呢，就是大家应该尽量的就是减少自私自利的心，尽量的让这个帮助我们这个身边的这个有缘的生命。我想我们简单的就交流到这里，好吧？